想象一下啊，一个巨人，在像鸡蛋壳儿一样的宇宙里醒过来，然后咔嚓一下劈开了天地。嗯，或者一个女神用五彩的石头去补天上的窟窿，还有一个普通老头下定决心要搬走2座大山。对，这些听起来，是不是特像奇幻小说？但它们其实是中国文化里特别古老也特别有分量的故事。是的，影响很深。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手头一份关于中国经典神话故事的梳理资料，来跟你一起好好挖一挖。看看这些传了几千年的故事里，到底藏着些什么，是怎么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看自己的方式。对，我们会重点聊几个，就是盘古开天、女娲补天、愚公移山，还有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这几个确实是代表。那说到这儿，其实有个问题就出来了，哦，什么问题？就是这些故事想象力这么丰富，难道真的是古人随便想想编出来好玩的吗？感觉不像。对吧？还是说这些有点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情节背后，其实藏着古人对宇宙怎么来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甚至遇到困难该怎么办的那种很深的思考。我觉得是后者。是，这也就是我们这次想跟你一起探讨的，这些神话，他们怎么就成了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或者说一个密码本。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吧，从万物的起源盘古开天说起。行，资料里说啊，宇宙最开始啊就是一团混沌之气，像个大鸡蛋。对，混沌如鸡子。然后盘古呢就在这个鸡蛋里面睡觉，一睡就是18000年。很久。这个设定，一个宇宙蛋本身就感觉充满了那种原始的神秘的味道。是的，这个蛋其实象征的就是那种还没分开的、包含了一切可能性的原始状态。然后关键是，盘古醒了之后干了什么？对，他醒了。他不是随便找个什么工具，而是挥起了一把斧头。但这斧头据说是混沌本身凝结成的。哦，神器呀，这是。可以这么说，叫创世神器。然后他奋力一劈，就这一下。对，这一劈就是从混沌到秩序的开始。那些轻的气就往上飘，成了天；重的浊的气就往下沉，成了地。宇宙就有了最基本的结构。但好像还不稳定嘛？资料说天和地还想合到一起去。没错，这个新秩序很脆弱，所以盘古怎么办呢？他就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用身体撑着。对，用自己的身体硬撑着。而且啊，他每天还得长高1丈，天也就跟着升高1丈，地也跟着变厚1丈。天哪，这又撑了多久？又是18000年。哇，你想想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挺漫长，也挺辛苦的？是啊，感觉它好像是被动的在支撑，就为了维持这个结构。你这个观察挺有意思。盘古的付出确实巨大，但更多是体现在这种持续的近乎本能的支撑上。然后他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把这种奉献推到了极致。他最后怎么样了？等到天地结构终于稳定了，他也就累倒了，力气用尽了，就死了。但他不是消失了，他是完全的转化了。转化。对，他的呼出的气变成了风和云，声音变成了雷霆，左眼是太阳，右眼是月亮。哇，头发胡子是天上的星星，身体四肢是大地上的山脉，血液成了江河湖海，连皮肤汗毛都变成了花草树木。这等于说他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创造了世间万物。没错，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以身化宇宙的创世模式，整个世界都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听起来特别壮丽，但也感觉有点悲壮，好像他的牺牲是注定的，不是他自己选的。可以这么理解，盘古的牺牲更像是一种宇宙演化的自然结果，它本身就是构成世界的基础材料。这种万物同源都来自盘古的想法，其实给后来的天人合一观念打了的底儿。它代表了那种开创的力量，还有无私的奉献。但这种奉献怎么说呢？是被动的，是融入式的。这跟我们后面要聊的女娲那种主动去拯救世界的贡献，感觉就不太一样。对比很鲜明。好，盘古打下了世界的基础，但听起来这个世界好像还不太平呢。
是啊，有点毛坯房的感觉，还需要精装修，还需要维护，这就引出了下一位女娲。女娲，资料说她是人类之母，还是救世女神？这两个身份是怎么来的？女娲的故事确实是对创世的补充和完善。先说团土造人。造人？对，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啊，世界虽然很大，但空荡荡的，没啥生气。女娲觉得有点孤单，她就来到黄河边上，抓起黄土，掺和上水，照着自己的样子开始捏泥人。捏泥人？对，捏好了往地上一放，这些泥人就活了，变成了最早的人类。这么神奇。后来他就觉得一个个捏太慢了，效率不高，哈哈，还考虑效率，就找了根藤条，蘸满了泥浆，然后使劲一甩，那些甩出去的泥点点掉到地上，也都变成了人。哇，这个造人的过程感觉比盘古开天要温柔多了，也更有人情味儿。充满了母性的感觉，还有创造的快乐在里面。他解释了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那救世的部分呢？资料里提到共工和朱融打架，然后共工一生气，把撑天的柱子给撞断了。对，这个就是女娲救世的大背景。水神共工和火神朱融大战，共工打输了，又气又恼，一头撞向了不周山。不周山是撑天的大柱子之一，这一撞可不得了，天塌下了一会儿，破了个大窟窿。天都破了？是啊，天河的水就哗哗往下灌，地上洪水滔天，大火也到处烧，还有各种猛兽跑出来害人，人类简直是面临灭顶之灾。这场面想想都可怕，末日景象啊！确实是末日级别的。那女娲怎么办呢？面对这种大灾难，她是怎么做的？资料说她行动特别果断，非常果断。你看，就跟盘古那种被动支撑一样了。女娲表现出非常强的主动性，还有慈悲心。她不忍心看自己造出来的人受这种苦难，就开始了一系列拯救行动。最核心的就是炼石补天。炼石头补天？对，她到处找那种五色石。注意啊，这不是普通的石头。哦，有什么特别？据说是吸收了日月精华，自带修复神力的奇石。有青、黄、赤、白、黑5种颜色。找到了，然后呢？他架起神火，用了749天，把这些五色石炼化成了滚烫的石浆。石浆？然后用这个石浆去修补天空那个大窟窿。这想象力真是绝了。那补完天，危机就解除了吧？还没完全搞定，天是不好了。但之前那个撑天的柱子不是断了吗？对，不周山，天地还是歪斜着，不稳当。所以女娲接着又干了件大事儿。又是什么？断鳌足以立4极，她斩断了一只巨龟的4条腿。啊，斩龟腿儿干嘛？用这4条腿代替原来断掉的天柱，重新把天地的4个角落给撑起来，稳住了。哇塞！不仅如此，他还杀死了到处作乱的黑龙，又用芦苇烧成的灰烬去堵塞泛滥的洪水。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对，你看，从找材料、炼化、修补，到重新稳固结构、清除后续威胁，这是一个非常完整、主动的救世工程，充满了智慧和力量。跟盘古一比，女娲确实更像一个积极的守护者，一个修复者。她的出发点好像也很明确，就是爱护她创造的生命，有种责任感。说得特别好，女娲的神话就突出了母性、智慧、责任和力量。她的舍己救世是主动的选择和担当。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她成了慈悲和力量结合的象征，特别受人尊敬。她的故事好像在告诉我们，面对危机，光有力量不够，还得有行动、有智慧、有担当。从盘古的开创到女娲的创造和拯救，我们看到了神的力量。但中国神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光讲神，也讲人。对，接下来这个故事，愚公移山，主角就是一个快90岁的老头，这真是凡人版的神话了。没错，这个故事的重点一下就从神力转到了人的意志力上。愚公他遇到的困难其实挺实在的，家门口有2座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挡着路，出门很不方便。
确实挺麻烦。但他的解决方案就非常，不实际了，把这2座山挖掉。挖掉？凭他一个老头？他还不是说说而已，他召集全家老小，男丁都去挖山呢。目标是把挖下来的土石运到很远很远的渤海边上去。这得挖到什么时候啊？这就是关键了。他日复一日的挖，坚提不懈啊。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智叟，就是那个嘲笑他的老头？对，有个叫智叟的，就是智慧老人的意思。他代表了那种理性的、现实的看法，觉得愚公简直是痴心妄想，太傻了。但愚公的回答成了流传千古的名言。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可这山呢，挖一点就少一点，它不会再增高了，凭什么挖不平呢？”哇，这话说的真有力量，是吧？他表达的不是对自己一个人能力的自信，而是对一种超越个人生命、一代代传下去的集体力量和时间力量的信念。但是故事的结局好像不是真的靠他子子孙孙挖平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点。最后是天帝被感动了，派了2个大力神，叫夸娥氏之子，刷一下就把山背走了。对，这算不算说，就算强调人的意志，最后成功还得靠点神助攻？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也是这个故事特别值得琢磨的地方。一方面，它确实是极力赞扬人的决心、毅力，那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你看，正是愚公的坚持感动了老天爷。对。但另一方面，最终解决问题的确是靠了超自然力量，这可能反映了古人的一种朴素的辩证想法吧。怎么说？就是说，人的主观努力是基础，是能引发天地感应的关键，但最后那个成功啊，可能还需要点时机、运气，或者说某种超越性的力量来帮你一把。它既鼓励你努力，又不完全脱离现实。毕竟在当时，光靠人力想移走2座大山，那确实是难以想象的。这种人和天的互动关系，好像比单纯说人定胜天要更复杂，也更有味道。是的，好像在说你的意志力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实的力量，甚至能影响到天。可以这么理解，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核心其实不在于挖山这个行为本身有多可行，而在于展示这种坚韧不拔、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能有多强大。强大到能够感天动地，这种精神后来就成了咱们民族面对困难时的一种文化基因。有道理。好，从凡人这种惊人的意志力，我们再来看另外2种，充满执念和悲壮色彩的追求。资料里提到了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说这2个故事的玄幻感和悲壮感拉满。对，这2个故事都挺特别的，他们都聚焦在个体在面对浩瀚的宇宙或者强大的对手时那种不屈不挠的姿态，但结局啊，都带着点悲剧色彩。先说说夸父追日。好，夸父追日讲的是一个巨人部落的首领叫夸父，力气特别大，跑得也特别快。他为什么要追太阳？起因呢，是说太阳太毒了，烤得大地干裂，老百姓活不下去。夸父就下决心要去追上太阳，让他按时起落，别再祸害人间。巨人追日，这画面感就很强。是啊，他凭借超凡的体力和速度一路狂奔，据说真的追到了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叫鱼渊。追上了，那成功了吗？悲剧就在这儿，快要追上的时候，他因为跑得太猛，天气又太热，渴得不行了。他就喝黄河和渭水的水，把2条大河的水都喝干了，还不够解渴。最后啊，在他想去北方一个叫大泽的地方找水喝的路上，就渴死了。就这么渴死了，太可惜了。是挺可惜的，但是故事没完。还有后续。他死之后啊，他手里拄着的木杖就地一插，化成了一大片茂密的桃林。手杖变成了桃林？对，这片桃林就叫登林，绵延千里，结满了桃子，给后来路过的人提供阴凉和解渴的果实。这个就有意思了。他追日这个主要目标失败了，
还牺牲了生命。但他的死反而成就了另一件事儿，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了后人。没错，这种失败中的转化特别有深意。夸父的故事展现的是一种为了大家的利益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就算目标没达到，他的精神还有他留下的东西，那个桃林还在流传。他好像在探讨理想、牺牲还有生命价值的不同体现方式。对，而精卫填海呢，就把这种执念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精卫填海这个名字一听就感觉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一只小鸟想把大海填平，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炎帝的小女儿，叫女娃。注意啊，不是女娃。女娃。她有一次去东海边玩，不幸淹死了。死后呢，她的灵魂不散，化成了一只小鸟，名字叫精卫。她特别恨夺走她生命的大海，就下定决心要把大海填平。怎么填？她每天都从西边的山上衔来小石子、小树枝，然后飞到东海，把它们扔下去。就靠这个，那大海肯定会嘲笑他吧？神话里确实写了大海嘲笑他不自量力。你想啊，那么浩瀚的大海，靠一只小鸟衔石子怎么可能填平呢？是啊，这简直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精卫从来没动摇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么坚持着。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填海能不能成功，对，重点在于精卫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明知不可能也要去做的决心，那种永不放弃的反抗精神。它象征的是一种当你面对特别强大的对手，或者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时，那种最纯粹、最顽强的意志力。听完夸父和精卫这两个故事，确实感觉挺复杂的。一方面，你会佩服这种极致的执着，但另一方面，又好像替他们感到一丝悲哀，或者说对这种近乎宿命的悲剧性有点叹息。你这个感受很到位，这种复杂性恰恰是这些神话超越了简单说教的地方。他们不是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展现了人类精神在各种极端情况下可能呈现出的不同样式。你看，有盘古的开创和奠基，有女娲的救整和担当，有愚公的集体奋斗和坚持，还有夸父的英雄悲歌，精卫的个体抗争。对，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人对世界、对生命、对意志力的一种多元化的探索和表达。这么一梳理，感觉这些神话真的不仅仅是古人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方式了，比如用盘古解释天地怎么来的，用女娲解释人是怎么来的，或者洪水是怎么回事。对，在那个科学还很不发达的年代，神话确实承担了一部分解释世界的功能。但它们更长远的价值在于提炼和传承了我们中华文化里一些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比如说盘古的开创和奉献，女娲的慈悲、智慧和担当，愚公的坚韧和信念，还有夸父精卫代表的那种勇气、执着和不屈。这些品质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或者说精神密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怎么想、怎么做。而且这些故事的生命力还体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没错，我们今天还在说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些成语。对，这些词语背后其实都带着这些神话的原始意义。了解了故事，才能更深地理解这些词还有它们的分量。正是如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吗？这些成语能流传下来，本身就证明了神话有多强的文化穿透力。它们不光是词语，更是浓缩了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你理解了神话，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些词在不同时候想表达的深层意思和感情色彩。经过这么一番探讨啊，感觉这些神话不再是那种遥远模糊的传说了，好像一下子鲜活起来了。从创始的宏大，到救世的智慧，再到凡人的那种惊人毅力，还有个体那种不屈的悲壮，每一段都充满了想象力，也都藏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是的，如果你听完这些觉得还不过瘾，还想更深入地了解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上古世界，资料里也建议可以去看看《山海经》。
哦，《山海经》。对，那本非常古老的奇书，里面记载了更多关于神仙、怪兽、奇花异草、远方国度的传说，比如什么九尾狐啊、应龙啊，还有后羿射日什么的。听起来就很有意思。能让你更全面地感受一下中国古老神话的那种独特魅力，这确实是个好建议。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自己琢磨琢磨。好，就是这些关于开创、拯救、坚持、执念的古老故事，你觉得他们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或者我们追求的目标，有没有某种跨越时空的联系？这些几千年前的故事，对活在现代的你我，又能带来哪些新的启发呢？好了，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就先到这里。希望这次对中国经典神话的挖掘，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思考。感谢你的聆听。也期待下次能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别的知识领域。